唐周，唐周，你终于醒了，我刚才都快担心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我的仙灵，你的仙衣破损，体弱晕厥，幸好刚刚有一位仙君下凡，他用仙力保住了你的仙灵。只是这位仙君说，你要尽快前往九重天，以仙气蔽体，方能保全性命。何处仙君？为何帮我？你的真身是帝君，无论你发生任何的困难，都会有神仙来助你帮你的。刚刚他们有人教我习得通天之路的方法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前往九重天吧。来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？这里面是九重天的仙力，是刚刚那位仙君所赠。正是因为他，我才能够开这通天之路啊！你曾说天界所立，皆为伤心不愿回首，为什么现在这么着急回去？因为接星星。天上的众仙喜欢布施仙力，如同星雨起落。如果能够接到的话，我的灵力便会增长。我如此喜欢找靠山，此等好事怎么能错过呢？来，唐周，我好久都没有看过这样的情景了，你快陪我回天上，陪我一起看星星吧。姐姐，我早猜到你不会容我这般做，只是百年修习，你的仙术在我之上，我只能将计就计，假意被你困住，再以你的法器破阵脱身。学的可真像，可惜你不是他。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步伐神态与他不同。何况，他曾经将我送他的一池星河踏碎。真正的他，是不可能让我陪他去看星星的。但我任性了一次，陪他看过了一场。生途将近。那是我最好的回忆。说吧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跟你一样，心系于他，所以今天哪怕是两败俱伤，我也要把你带回天界。姐姐，唐周，别伤害我姐姐。颜淡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，如果你执意要带他走，你可否让我留在这儿，再跟他说几句话？我跟他之间还有些恩怨未了。抱歉，颜淡，我并不知你有姐姐，以为是傀儡术所化。我这才贸然出见的。你认出来那是别人，不是我，为什么？心爱之人，不只用眼睛去看，还要用心。你说你爱我，那你有何凭证？如今，我身无长物，唯剩此剑，以正我心。好啊，
那你这条命呢？颜淡，姐姐，你骗了我一次，我也得骗回来啊！你现在身上绑的是我的灵根，如果你一旦想要逃脱的话，就要切断它，那样我就会变回原形了。姐姐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吗？颜淡，你别冲动，你一旦做了，就真的回不了头了。你说你爱我，那好，我问你，你愿意为了我放弃你的性命吗？我愿意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你曾经欠我一条命，如今还回来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两不相欠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是风花人一场落花中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我说过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你要拿便拿走。只是牵妻而深，无法了断。青藤美酒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肝胆再开人厮守。颜淡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唐昭，唐昭！
神器地址。野兰山灵气汇聚，拥有疗愈万物的温泉水。原来温泉水下面便是神器地址。颜淡，颜淡，你的汉淡之心连接七情六欲，灵根仙识。你若把整心弯下，你就会被打回原形，再也救不出人身了。姐姐。安归君，是你？
本君先好，清离应渊帝君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六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六界的安危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已装不下其他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修。若有来生，我一定不会放手。当我跳下了无桥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经做好了九死一生的准备。若是有一线希望能够活着，那我便要忘记这段情，重新开始。都应战与苍生同悲，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山人的美。月悬天涯为惆怅客，大道一曲悲欢离合。爱与苍生有何取舍？可否只分善与恶？命运赐我沧海就一杯，如是的悲心忘流离变黑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同悲，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归。千江有水千江醉，为轻狂为恩义奉陪。辨人生贵美，无我亦原来无畏。若臣服慈悲，我梦中的那个人，一直就是你。应渊君，久违了。左右情人的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失去了整颗邯郸之心，灵根全失，一切仙法法术再无可收。
像沉香如屑啊。当年我用半颗邯郸之心记下对你的情，而如今又用另外一半了结了我们之间的爱恨情仇，缘起缘灭，我们总算两情了。燕丹，我绝不会与你两情，我们也不可能会两情。燕丹，我带你走，我一定能找到救你的办法。没用的。把一整块沉香放进去，只需要一点点火焰，便可以燃烧起来，在烧成细屑前都不会停下。可等到沉香如屑，用多大的火热子再烧都没有用了。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就如同这沉香，已经烧成了细屑，再没有任何的火光，再没有任何的可能了。应元，我不爱你了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从此这世间执迷于遗忘，再无凡人堂中，只有清丽帝君应元。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住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偏偏天意赤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燕丹，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燕丹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严丹，帝君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绝不能看着他身消命陨，我要将整颗心还给他。不可，这样你会没命的。我不在乎。他2次为你承受剜心之痛，皆是为了救你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他的心意吗？我与燕丹同为四爷邯郸，灵根相连，我有办法救他。帝君，你莫要冲动，
留着仙体，方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没事吧？谢谢神。快走！小心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快走！快起来！快走！快走！窒息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噬心元散，药石无疑。只有再给他半颗心，他才能起死回生。你若剜心的话，会失去半数仙力，修行尽毁。你当真愿意？他跳桥之后，所有修习都是为了他。以我之力无法救他，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以仙力相护，护你二人周全。颜淡，你为我收集过那么多仙尘，这一次就让姐姐为你下一场星星。窒息会永远保护颜淡，再不食言。颜淡，你那个心中只有仙途的姐姐，已经变了。7日未到，你为何提前回来了？我见应渊受伤过重，担心他在期限之前死了，伤及你身，便施法探灵。却没想到，在他的额间竟生有修罗图腾。此事我早已知晓。
已经命我诛杀同族。哼，同族？你以为他与你同生修罗图腾便是同族？他早已被天地驯化，成为了仙神一党。但凡看到修罗族人，必定会狠绝除之。别忘了，当年的创世之战，应渊可是累累战功，此人只会影响我们计划，断不能留。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行事吧。嗯。恭迎清理应渊帝君归位。你回来了，帝孙。东极清离帝君应渊罹难而归，幸未殒命，吾心甚慰。此乃三界福旨，广降星辰，敲天钟，暂朝3日，众仙同庆。帝尊洪恩，帝君洪福。先前，吾得知你陨身凡界，一度痛楚悔恨。如今见你平安归来，吾总算是安心了。只是帝君，吾记得当日在九重天明明出现了白日流星之景，却为帝君陨逝才会显出的奇象。现如今，你毫发无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陆明为救下我，私用法器，篡改纪事，此乃天界重罪，若是被人知晓，恐遭责罚。回禀帝尊，白日流星是我刻意所画，在凡界遭受袭击，仙衣破损，因为担心此人重返追杀，只好借假死之相隐匿行踪。竟然有人敢对你下手！不仅如此，我下界彻查仙魔大战，本该携带仙衣，却被别人动了手脚。如今这么看，削我仙衣和袭击我之人，定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能够消除你的仙意，还知道你下凡的身份，前去奇袭，应该是天界的上仙。你与他交过手，能回忆起他是谁吗？此人仙力雄厚，使用的天界仙法招式非常的冷僻，只是我看不出任何门路。而且那个人，他会魔界的不传之谜——傀儡术。傀儡术？难道说是魔族隐藏在我天界的奸细，并未铲除干净？上一次仙魔大战来算，应该有900年了，想必已成大祸。帝孙息怒，我与他几番交手，留有线索。既然已经回来，我定会查出此人，查明真相。对了，你的仙衣破损，这对于罹难的凡人之躯而言是灭顶之灾，凶险万分。若没有人为你调理仙力，你必当仙灵破损而亡。凡界可有人相助于你啊？助你之人，按天条当拔升仙级，赏1000年修为。之前只惜他下凡之后为你开了这条通天之路，让你回来，吾必会加赏。如有人助你，你可一并报来。眼下灾宁未除，封赏之事如果传出去的话，反为他们惹下祸端。而且那些人不在乎天界殊荣，只愿自由自在。哦，是何人如此洒脱呀？
是窒息的胞妹颜淡以半颗汉淡之心，才令我历过死难。颜淡，之前在瑶池盛宴上上演折子戏那个颜淡，后来跳下了吴桥，你宁可碎了仙灵，也不愿忘记他的颜淡吗？他如此钟情于你，那你从始至终亦对他情深至切。从前是我不愿承认，可是如今我只想直面本心。应渊，应渊，你糊涂啊！虽然现在天界禁律稍有缓解，但是天条守戒仍是不容有情。帝尊，我有愧于他。此次返回天界，为的是尽帝君应负之责。待做完应渊该做之事，我只愿削籍下凡，只做唐宠。这万年的修为，天界帝君的尊荣，你都不要了吗？我已经在这3界做了万年的清离帝君，无喜无忧，无爱无惧。余生我只愿为自己活一次，纵然一世之缘，终不可挽回。还望帝尊成全。帝尊，我因取走帝旨，致使野兰山山崩地裂，众妖家园尽毁，还望帝尊不恩，还野兰山往日之情。野兰山本便是穷山恶水，只因帝旨一落，才化为宝地。如今物归原主，一切如旧，这是合情合理。吾如果出手干涉，那便是违背天道。可是，好了，你不用再说，万事万物抵不上你的仙命。即便你是铁了心要削籍下凡，也得等身子将养好。吾会派人继续调查之前大战之事，你不用再管了。当心点儿，这可是帝尊亲刻，甚是珍贵，千万别磕碰了。诸位仙将为何在此啊？这碑……哦，帝君下凡历难，故而不知。此乃宋英碑，盖因仙魔大战后，天界仙神凋零，帝尊深为感怀，以碑文记下此生功绩。前阵子，碑上镶嵌的宝石差强人意，我等奉命前来更换。此碑极耗人力物力，是哪位仙君提议的？并非仙君提议，乃是帝尊亲自提出。帝尊向来不喜铺张，行事从简，也并非好大喜功之人，怎会为自己树碑立传？吾乃天地之尊，灵之所长，修心救世，是为帝责。为何？帝君，小仙挂念多日，不知帝君可否安好？很好。陆明，
参见帝君。你在这儿呢？帝尊让你去寻一宗卷轴，我可是打扰你们叙话了？无碍。帝君下界数年，想临瑶池花景，只是在向我询问近日花期。帝君，5日之后会有天狗10月天象，瑶池夜旦昙花，美不胜收。帝君刚历难而归，正宜赏花静心。好，那小仙先去当差了，告辞。天狗10月，夜旦昙花，狗蛋。陆明画中有话：真正相约之地，乃地衙的茅屋。昔日落难，他能及时赶到，如今又急忙约见，必是察觉到了暗害之人的蛛丝马迹。5日之后，亦是严旦的生辰。严旦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周，他从未将我们认错。在天界时，帝尊曾命我与帝君绑缚断情线，来试探我们是否相恋。红线相连，旋即断裂。从那时我便知晓，在他心中从未迷失过。后来他以身犯戒，为了救你，甘愿受刑罚。帝尊想要抹去他对你的记忆，他宁愿自碎仙灵，也不愿相忘。你跳桥后，他便再不与人对弈，离开了延续天宫，日夜守在地衙茅屋中，以繁重的天雾麻痹自己，来缓解失去你的痛苦。你们之间并非痴心错付，只是因缘际会，终难相守。若你能够醒来，也许你们……怎么了？天现穹光，乃天庭诏令，我该回去了。帝君归位，诸事待办。你身为妙法阁掌事，若迟迟不回，恐遭人劫难。可严旦，我来照料。好，等我料理完天界之事，再下来看望。先前应渊受伤，乃天界人所为，其中疑点重重，阴谋待解。此次返回天界，请务必小心。如果有任何发现，还请随时告知。妙法阁掌事芷溪拜见帝尊，芷溪奉命前往夜兰山收取神器，意外寻得应渊帝君。帝君危难，事态紧急，芷溪为帮助帝君归位，耽误了归宫时间，还请帝尊责罚。你找回了神器，又赢回了帝君，立下大功了，吾为何要罚你啊？姻缘君对吾说了，芷溪仙子聪慧过人，胆识有加，赐妙法阁圣勋之印，复1000年修为，官升3等，晋升仙阶。谢帝尊恩赏。好了，起来吧。应元君对吾说，令妹严旦在凡界对他剜心相救，可有此事啊？确有此事。
应元君还说，他对令妹可是情深意切，你可知晓？帝尊这般问，难道是要惩罚颜丹，勾引帝君？回帝尊，帝君已然归位，颜丹却为妖神，二人身份悬殊，难以相见。且颜丹早已言明，他不愿再与帝君有任何瓜葛，此情无处安放，终将夭折，不染帝君之心。那令妹的心思可有回转的可能啊？帝尊的意思是，令妹对应渊剜心相救，而应渊呢，对令妹又是情根深重。如若他肯放下仙身下凡的话，那他跟令妹当是人人羡煞的眷侣了。帝君，颜淡醒了吗？颜淡虽没苏醒，但却已无大碍。余墨会尽心相守，请帝君放心。我还没有谢过你。颜淡如此，那都是因为我，你舍命相救的那份恩情，我定会报答。帝君，你能为了和颜淡厮守，舍下仙身吗？他现下安好。我也该回去好好查案了。希望帝君可以早日揭开真相，惩奸除恶，还九重天太平。先别乱动啊！哎，子言，你怎么哭了？这桃树是我种的，我日日给它浇水，盼它早日开花，结出桃子。可是现在山径塌了，它也断了。哎，子言，我有个办法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现在呀，全山境只有颜淡姐姐一个人的房间尚未摧毁，这是因为山主大人用他的九气之力罩住了颜淡姐姐的房间。为了让颜淡姐姐早日醒来，山主大人还在里面没日没夜的给她输送灵力。这意味着颜淡姐姐房间窗台底下此刻灵力汇聚，十分利于草木重生。我们把她带到那边种去。好啊，走吧。叶兰山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我而起。帝君，这几日的凡界传信都在这里了。本君自己查阅便可，你下去吧。我们天信观地处偏僻，分外阴寒，常年以法器火晶取暖，我已给您准备了一只。你的身份不宜在天界现身，还不速速隐去？哎，我问你，你的记忆都恢复了，那你为何没来问我，在凡界时你和颜淡的过往？我恢复记忆的那一刻，便猜出了你隐瞒的原因。既如此，我又何必多问？哎呀，我和天界那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可不同啊，我是担心你
重蹈我旧主人的覆辙。不过如今看，那个小花精的确对你是情深意重。行了，你们的婚事呢，我同意了。你要是想违抗天规，我随时帮你。没有风泉谷的信，果然是被劫了。火精乃天火淬炼而成，坚硬难碎，怎会突生裂痕？司火燃的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有人动了手脚。太幽，帝君，没伤着你吧？巡守天兵向我汇报天信观走水，我便立马赶来了。南边火势甚重，我去那边搭救。帝君，这儿交给你了。太幽宫离此处甚远，他为何来得这般快？天信观的各处我已经勘察完毕，并没有发现可疑术法的痕迹。也许是火精久未更换，使用多年，暗藏隐患。此火燃得这般快，绝非寻常走水，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幸亏你我二人及时赶到，将火扑灭。天信观的焚损并不严重，只是烧毁了一些书信。感谢应元君相助，使我免受失职之罚。星君不必多礼。7日未至，他手中却并无黑斑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号称练兵100年，实则连火都防不住的天界仙兵太幽草帮星君大总管吗？前仙兵总管火德元帅，还是如此威风啊！应元君，我还需要向帝尊复命，先告辞了。正好，你且去问问帝尊，本帅当年当仙兵总管时，天界可曾烧过1块布，丢过1根草啊？元帅，太幽当年当真这般勤勉，100年练兵，从未休息吗？可不是嘛！美其名曰练兵为重，日日在兵场从早睡到晚，下界看巡这种苦差啊，都交给别人去做。我还以为能练出什么奇兵呢，果然是表面功夫，绣花枕头，草包一个。看来去过凡间的那位神秘人不是他，又或者太幽亦不过为人走狗，那此事可比我预料的要严重多了。当年应渊君把兵书送给本帅，只求本帅布好这个房间，救下那个无赖的小仙士。可是本帅没能办成，本帅一直是心中有愧，但又不知道向谁弥补啊，只能是一直留着这个房间了。唉，这些年，天界的众位仙家以为你早已陨世。那太幽小人是想尽了各种法子，想从本帅这里骗走那本兵书，门儿都没有。如今你回来了，这兵书
也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。太幽素日带兵，只知以蛮力和法器取胜，何时竟会排兵布阵之法？谁知他打什么主意啊？当年不过魔族几剑，就吓得破了胆。此等小人，怎能领阵带兵啊？当年仙魔大战，帝尊也曾向我诉过苦，说太幽油滑自保，绝对不能委以重任。可现如今，顶替了本帅的位置啊！不对，帝尊向来言行合一，若是下过此论断，他又怎会让太幽担任军职呢？帝尊变了，天界变了，这天界已不是本帅熟悉的九重天了。一切全都变了。北冥仙君在战中被杀，帝尊在大战后撤改天界律法，我也是为查此事下凡，旋即遭袭，桩桩件件皆与当年大战有关。这大战定有问题。老元帅，你可告知我下凡历难期间，天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月空术，此法只有瞬时穿移所需，难道？子期，你为何要使用月空术？难道你还是要走吗？原来你这样想啊！既然当初选择了与你成亲，我便不会悄悄离开，除非和你一起啊。这是我为颜淡生辰准备的贺礼，他喜欢四处游玩，我便在这画上施展月空术，方便他畅游人间。只是我身体刚刚恢复，这月空术又颇为耗精气，我是怕你担心我嘛，所以只能偷偷勾画。对不起，子期，是我误会你了。但我的确不想看到你受累。你若想送此礼，这样，回宫之后，我来帮你完成。如此，那便有劳夫君了。哦，对了，于墨刚刚来信，邀请我们去野兰山，但是我想着你身体还未康复，于是我便回信说，等过些日子你身体好些了，我们再启程。不过这个礼物，我可以先派人送过去。难道于墨还是起疑，这傀儡术是我交给天界同僚的？我相信一定不是你。就算于墨他有所误会，等过几日我们去了耶兰山，给他解释清楚即可。此处阴凉，不宜久待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子期，请原谅我。我们分离了1000年之久，我如今最怕的，便是再次失去你。应元离开之时，我已经将风泉谷传信之事告知于他。他是帝君，此事一旦开始探查，很快便会有结果的。在9重天上，有众多神医，窒息的伤势必会无碍。他们2个在天界能够彼此照拂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应渊原本不愿离去，只是天界诸事待办，他也是被逼无奈才走的。现如今，你的身体已经无恙，还是告知于他吧，想必他一定会非常惦念。唐周已死，应渊跟我恩怨两清，我们从此以后不会再见面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要重新开始，在凡界做一只简单快乐的莲花精。
延兰山众妖以族划分，疏于往来，也不外授自家术法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吧。山境虽然出了事，但各族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洽了。想当年，我与裘西在温泉旁大战，我就一招风卷残云，再接一招金刚不坏，立马就把他打趴在地上。厉害！你看，又在吹牛了。哪个龟孙子敢砸我啊？严大，严大，信不信我让你？怎么样？让你聊聊当年的勇士啊？严大，你醒了？你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多亏了你的清玄伞，已经好很多了。那就好，我的龟壳保住了。我强行取出地址，令大家家园尽毁，可你们还这般关心我，我实在……你这话就太见外了，严大。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家园，家园最重要的就是家人。只要我们都平安团圆，即使天崩地裂也无所畏惧。对，严丹姐姐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爹说了，真正的男子汉就要风餐雨露，不能太挑剔，这样露天生活正好锻炼腰力。何况一座山而已，只要你愿意嫁来我们狐族，我再给你盖10座。这个小坠子是用我的狐狸毛制成的，就当是聘礼了。真的？小紫妍，这可真漂亮啊！我的聘礼。哎，子妍，你小心点儿。哎，接着去吹牛吧。走，走啦。细查练兵册与职业记录，那夜太幽本不该在天信观附近当值，救火之事绝非偶然。如火德所言，太幽并无带兵之才。我下界数年，天界人员调动毫无章法，诸事定判也与往日不同。仙兵总管此职，可遏天界烟火，帝尊怎会出尔反尔？必是那神秘人帮他登上此位。帝君，天一们到了。有话直说，莫要拖延。帝尊亲诏，务必通体遍查帝君仙身。若帝君有何处不适，或有隐疾未除，帝尊便要革了我们的仙职啊！是啊，我等好不容易寻到帝君，实得珍惜机会，仔细诊治啊。本君仙灵稳固，周身康健，有何可查？帝君您就别嘴硬了，您灵神郁结，脉象不稳，心火过盛啊。你们回去吧，此症在心，你们医不了。帝君为了苍生，千万要保重仙身，不可讳疾忌医呀。我们奉帝尊之意，无论帝君是心病还是伤病，不让我们治一治，怎么知道治不好呢？是啊，帝君，让我们试试才知道。对，是啊。天意这般跟随纠缠，如何查案？得寻个鲜有人知、可逆踪迹的去处。有人来访，竟如此不巧。严丹的事不能告知外人，还是下次再见他吧。
你试试。邯郸灵力有疗愈之效，你现在伤好了，以后可以安心重建家园了。谢谢严旦姐姐，大家都说你妙手回春，没想到真这么神奇啊！严旦，咱们不是约好了晚上去摘芸豆吃吗？你忘了？快走吧。那严旦你……我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我去采一点花种，争取明日将我们山境东面的花海恢复如初。啊，那我们走了。走。一子半之差，百子生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旋金崖。回旋金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能做到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棋局终了，下棋之人易散。如今，白子归白子。黑子归黑子，无论是人或者是物，都会有它的归宿吧。燕丹，我们两度分离，7年我为你种下的莲花也都枯萎了。帝君既然
这是那盏最名贵的琥珀灯，你怎么给打碎了？啊，这是琥珀灯？对。这么巧的吗？不怕，我把它修好。你还来这做什么？严兰山不欢迎你。紫妍，你别冲动，他毕竟还救过你姐姐呢。坏人本来就是他引来的，他还毁了我们的家，害严丹姐姐受伤。山主大人和严丹姐姐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你的妖法精进了，竟然学会打人了。怎么，日后是不是要同我较量一番呢？严兰山之所以能够风调雨顺，全凭应渊帝君的地旨庇佑。现如今，他只是取回了自己的宝物，我们也无权责怪，对吗？快回去吧，戏台上还需要这盏灯呢。走吧，紫妍。青离帝君大驾光临野兰山，所谓何事？为何对我如此生分？昔日的唐州，与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。现如今，你已经是应渊帝君，与我妖族形同陌路，此地便与你无任何关系。九重天寥落凄清，我不想久留。我心中的美好回忆，皆在此处。书信已至，天界已知帝君遭遇奇袭，定会派人护你左右，何来凄清可言？我没有找到接信之人。在天心观暗中查探之时，观中离奇失火，书信被焚毁，线索就已经断了。此人好生大胆，既知你已回天归位，还敢来犯。我本有怀疑的目标，可在验证之后，却发现他手上并没有黑斑。如果他不是主谋的话，岳某，这件事比我想象中要严重得多。眼下天界阴谋待解，你应该悉心处理。缘何又到我野兰山来？今日是他的生辰，在天界时，他曾经费尽心思为我庆生，所以理应来还他一声祝贺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浪。只惜一切安好，还因护主有功，升了仙界。你可以放心了。谢谢你为我照顾芷溪，这也是我该做的。你我如今各自安好，也算是善始善终。你走吧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亮。当初在天上，你为我轻生驻守，如今是你的生辰，我也不会缺席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一天一枝落花中，看破红尘
我知道你曾将沉香炉送去焚毁，可是有些缘分，天意难明。你说沉香如血，火光西爱，可香炉中还存有我们之间的余温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若沉香并未消弭的话，我们是否能回到过去？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如今连余温都不剩。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，月亏一影，破镜难圆。应渊，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，你懂不懂？即便出现裂痕，我也会拼力相护。当初在天界的时候，你最大的心愿便是三界平安。可如今，三界暗潮涌动，随时可遭灭顶之灾。你此刻不能袖手旁观，若真的大难将至，你我都会后悔终生的。燕丹，那你告诉我，成全了三界，谁又来成全你？当年我不喜九重天上的规章严苛，不通人情，而如今我在人间走了一遭，我才明白，正是有人为了大义牺牲了自己，才守护了三界。若我偏要强求呢？给我把口那一位，都应战与苍生同悲。3000浊浪摧，心不染尘灰，身甘云干碎。我看不破地居天规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空有热烈无一回。千江有水千江春天回来了，天庭变回来了。姐姐你看，春天回来了，狐族又有粮食了，爹爹可以不用愁了。哪怕一次有去无回，葬我真心与红尘同美。可错过，可扬回，放左右情人的悲。若一切回到最初，沉香重燃，你是否可以回心转意，
您还想让我说多少遍？你我之间绝无半点可能。可是你刚才已经回头看了，不是吗？燕丹，我愿意等，但你重新走向我。我送你的香炉已经在这儿了，只要此心此情仍在，余温就永远不会消。我是帝君，也是唐州。等我完成帝君之责，唐州就会回来，和你相伴余生。燕丹，等我。天信观书信已焚，但应渊还在调查，不肯放弃。需要我再次出手吗？哼！不急，如今就算他起了疑心，也已经晚了。5日之约，时辰已至，陆明为何还未来？帝君，我本想将严诞之事告诉陆明，可这几日我寻遍天界，终不见他的身影。玉清宫的仙士说，已经许久没有见到陆明了。我觉得事有蹊跷，翻遍藏书阁，只找到他留下的浇铸镜，却不知该如何使用。此镜为鲛人族的法宝，只有鲛人才能催动。或许它会有用。这是何处？鲛人乃北海水族，此景应该在北海地界。陆明定有所指，我要下界去看一看。你的身体还未痊愈，不该如此辛劳。没关系的，这温泉没有了地址，便失去了功效。如今我用汉淡灵力化作莲花放在池中，既美观，还能增长一些疗愈之功效。
以后山里的小妖受了伤，可以在这里继续泡澡疗伤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你这靠山做的还真是称职呢。紫菱就应该多向你学习一下。他现在整日夫人长夫人短的，山境之事完全不管。长老，您怎么来了？陆明殿下已经失踪多日了。出什么事情了吗？殿下常年在天界当差，每日通过焦珠镜联系我们处理北海事宜。这几日我们都未曾收到殿下的口谕，我们只好施法催动了焦珠镜，却只能看到这幅画面。此处为我鲛人族的秘密领地，唤为琉璃铺，因至高圣洁，设有结界，族中无人可以攻破，便是龙尊殿下也无法入界查看。我们寻找殿下心切，龙尊殿下便让我们前往野兰山求助。长老，请放心，我一定尽我所能查明真相，寻到陆明。银丹，于墨，我知道你想陪我一同前往北海，可山境方遭大难，你留在山境镇守，众妖才可安心。你放心，我如今修炼有道，定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护好自身，找回陆明。请相信我，勿忧勿念，且等我安然归来。于墨，严大人呢？走了吗？这失踪的究竟是何人？让你们一个两个都这么着急。如果担心的话，现在去追，还来得及。严丹既已决定，我应该尊重他。我相信，他一定会救回陆明。严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了北海，想必也是知道陆明失踪的消息了。天界有关于他的什么线索吗？我在陆明的鲛珠镜里看到了北海水井，寻迹来此。既然碰上了，那就一起查探吧。寻陆明要紧，北海情形未知，多一人便多一分把握。那便一起吧。按长老所示，这里应该就是琉璃铺了。这是储存记忆的鲛珠类。我们来晚了，我方才用了7重仙力才破此结界。那个先来之人必定修为强盛。我们去看看，那人有没有漏下什么其他的线索。这有块石碑，鲛人百代，子嗣坟场，设琉璃铺，速记其踪。命途短顺，终归尘土；流水万千，方名永志。这是鲛人族的祠堂。祠堂一般是祭祀故人的地方。陆明的鲛珠镜出现在此，难道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是想留下什么线索给我。怎么会这样？
不可能的。严丹，陆明在此做出提示，是不是他已经？不可能，陆明一定不会死的，他一定是想留下什么证据给我，他一定没事的。严丹，你无法催动胶铸镜，别试了。陆明一定还在等着我救他，他一定没事的，他一定没事的。胶人陨身后，一生记忆都会凝聚成一颗胶珠泪，飞回故土。这是陆明的胶珠泪。这是聚灵丝，陆明早就留了一手。那人虽把陆明的胶珠泪摧毁了，可是若有聚灵丝，便会感知到宿主生前亲人的气息，便可以亮起来，可以聚回几分灵石。陆明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。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这怎么会是帝尊？三界之中，能赏你仙医之人少之又少。这神秘人屡次偷袭都能成功，还篡改了计策，并且联络东海。由此看来，帝尊的确有嫌疑。帝尊抚养我长大，与我是亦师亦父，他怎么可能会对我痛下杀手？而且帝尊并非是伪善奸邪之人，他治理三界万载，唯一有私心的事，便是隐瞒了我的修罗血脉。这其中必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。神秘人与帝尊昔日的行为确实极不相符，可陆明铤而走险留下这个画面，他一定想告诉我们什么。或许胶珠镜中有什么线索，我探探便知了。走吧，陆明。等会儿，这灯都还没熄灭呢，你陪我职业直傻了吧？那我陪你一起熄灯吧。放心吧，陆明，就算你在藏书阁当10000年的小仙士，我就陪你值10000年的夜。走。哎呀，你这个弄到什么时候？看我的。这是之前我和陆明陆明真的死了，我和他相约好要相伴万年，可是我却下了凡界，留他一个人在九重天。我本来以为还会再相见，可是再也没有机会跟他相见了。陆明他一定在怪我，他一定在怪我。陆明他没有怪你，他是在和你告别。
刚刚出现那2个画面，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地点就是在苍树阁，肯定是陆明早有防备，发现了线索。我现在去查一查便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若在藏书阁，我对那里很熟悉，我一定能找到什么线索的。燕丹，你是妖神，若是被发现的话，会有性命之忧。我一定谨慎小心，请你相信我。陆明如今尸骨未寒，可凶手却逍遥法外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凡间安心等待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想帮他报仇，求你了。好，那我们便一起去。帝君，不必多礼。我今日要在藏书阁中查阅文典，不想有人打扰。是。陆明记忆中出现的就是这藏书阁，我们现在分头找。这么多高价书，陆明就算升官了，也跟以前一样，还是那么偷懒。愿无有言淡，平安喜乐。你每年都在为我祈福。可是如今我再没有办法替你祝愿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腰带的书？这是我放细折的地方。陆明以前从不会在此存放其他书籍，查案要紧，这些私物留以后再说。有什么线索吗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，要不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。再过片刻，寻更的仙士就要来了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说，也许陆明在琉璃铺当中留下的幻影，不是在向我们告别。果然，鲛人的骨血杏书，可生不灭之火。这不灭烛，便是陆明用自己的血制作成的，这才是他想给我们看到的线索。九曜连珠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难遇的奇异天象。燕丹，你看，这9颗星排成一列，遮天蔽日，在天地间结成法阵。这不仅是天象这么简单的事情吧？
九曜连珠天象出现的时候，若以金蝉翼及天地灵气，再以仙力深厚的神仙仙灵化作容器，生祭九曜阵，就能炼就乾坤饮。乾坤饮，而这个乾坤饮，曾是修罗尊主玄烨所用，因其阴损狠毒，创世之战后便把它封禁起来，只有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几位老神仙才知晓。上一次九曜连珠，正是仙魔大战之时。以仙灵作为容器，难道说北冥仙君当时大战归来之后，仙灵丢失，是有人故意为之，拿他的仙灵去私炼乾坤饮？可炼就乾坤饮所需要的金蝉翼，是3亿巫异族的法宝，此族早已灭绝。死于乾坤饮之人会发生什么异象吗？乾坤饮吞吸灵力，中招者仙骨脆化，难具成形。那我们去神官陵看看北冥仙君的尸身，不就真相大白了？好。仙君，您总说您为仙一生操劳，若有一日羽化，您想长眠于天地，得6根安宁。可如今为了还您一个公道，必须强行开棺，扰您清静了。有颗棋子，帝君，好久不见。仙君，我尚有一分灵石，寄于你的棋子之中，以其与你心灵相通，传音于你。我的棋子。仙魔大战，我统管后方，为众仙分配法器、仙兽。大战前夕，帝尊曾嘱托我，若战事吃紧时，务必保全帝君。可是我于后方，你战于前线，我唯恐照顾不及，便暗中取走了你的一枚棋子，以其与你灵石相连。没想到多年以后，竟再次相见。若帝尊真是那神秘人，何苦救了我又要杀我？仙君这片心意，我竟毫不知情。如今生死相隔，隐约难以回报了。敢问仙君，当年大战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老仙被魔族逼至绝境，只顾防住眼前魔兵。未料一人从后宫来，我便拼尽全力，想看清他是何人。我抬起头，却看见了自己的脸。我即刻明白，此人会施傀儡术，可假扮他人，隐藏身份。我终究是抓不出他了。当年此事是我失察所致，如今要为天界辨明清白，不得不请仙君容我2人开棺，找到证据，为你报仇。此人处心积虑弑杀仙君，吸取3帝君神力，然后悄然脱身。其仙法之深，心机之沉，如何匹敌？倘若你继续追究下去，
定然会危及自己的性命，你的身份也会被揭破，与天界再难容身。原来仙君早已知晓，应愿此生只为扶天地正道，哪怕身份揭破，削了仙籍，也要还无辜牵连之人一个正义清白。为了使命，无惧无悔。还请仙君开棺。也罢，我早知道会有如此结局，只是大势早定。若定要寻根究底，扭转乾坤，必然会危险重重。倘若必有一战，我相信帝君一定会拯救苍生，还三界太平。只是我还有几分私心。仙君可是挂念严旦与于墨？请放心，若他们卷入局中，应元必会奋不顾身，护他们周全。愿帝君平安功成，那这两个孩子就尽托付于帝君了。仙君，龙鳞，这是当时于墨放在仙君身上的龙鳞。九旗龙鳞乃是灵根所化，坚硬无比，好好放在仙棺当中，不可能有破裂的。果然有人谋害了仙君，拿走了他们的仙灵，借此炼得乾坤银。三界之中，有能力弑杀帝君的，只有一个人，那便是天帝。昔年创世之战当中，他带领仙神灭了修罗一族，而如今又以修罗邪法残害天界之人，他为何变化如此之大？以他的身份，揭破此事，形同颠覆三界。我们必须谨慎确认，若想找出真相的话，还得收集更多的证据。我知道，你与天帝情谊深厚，若是调查起来，你处境会非常的艰难。我有些担心你，你在明，他在暗，不能让对方钻了空子。你放心，严南，我绝不会寻死。事关重大，我自责无旁贷。在没有拿到证据之前，我们不可贸然行事，否则就会身陷险境。严丹，你还是先回夜兰山去吧。你是帝君，一举一动皆被瞩目。若我化成一个小仙士，反而进出许多地方更不易被察觉。况且，陆明在藏书阁中留下那个木盒，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为何意。既然你要选择一起留下来，我会护好你的安全。仙君，我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仙君是于墨的恩师，在凡界暗杀你之人，又与九旗灭族脱不了干系。以于墨的性子，必定会手刃仇敌。我这就传信与他，将我们所查之事告知。待我们找到使者，可在百仙觐见之时，与天地对峙。但此时，我们还需九旗龙鳞，验乾坤银。子期，
雨墨这信写的10万火急，让我们收到信即刻前往夜兰山。可是子期，你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天帝，我们互不相犯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清理战犯邪神，何须理由？子期，陶子气勾结魔族，理应拔仙骨碎仙灵，神魂俱灭，永不超生。若你要这般对他，不必等到我现身。你倒是没我想的那么笨吗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你放过他，我都给你。想要他吗？拿你的万魔之眼来换。子期，我给你，只要你不伤害他。东西你拿到了，放人！我答应放过他，可没答应放过你呀。这些都是延续天宫时的物件。他竟帮我保存至此。星辰屏，是姐姐。颜淡，余墨为下界寻你，不惜断了龙角。相识不久的友人尚且待你如此，我这相伴而生的胞姐却无事可做，只能为你接一瓶星辰，祈愿你在凡界一切安好。余墨竟是为了我，去寻我的时候断了龙角。余墨，这份情谊你让我怎么还？颜淡，若你可以原谅我，大婚那日，我要亲手为你穿上这件嫁衣，希望你能心想事成，冲破一切天规，和应元君永远在一起。这些年姐姐一直在牵挂我，可如今我跟应渊放不下，也回不去了。你是何人？颜淡，好不容易扮成你一次，还被你看穿了。
你为妖神，为何冒险来了天界啊？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我就是想你了，回来看看你不行吗？姐姐，你为了救我，把你的半颗心给了我，让我有了重生的机会，谢谢你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剜心那么痛，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我已无大碍了。你呢？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恢复的好吗？你觉得呢？姐姐，我看到你给我收集的星辰瓶了。如今你也升了仙阶，而我在凡界过得快活自在。我突然想到，我们当时对着星辰瓶的许愿都已经成真了。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为你准备的嫁衣呀？那也一直是我的心愿。你离开天界这么多年，是帝君收好了你的旧物，珍惜守护着有关于你的一切。他心里啊是有你的。别再说了，姐姐。他要守护的远远不止这些琐碎之事，还有3界苍生都在等着他呢。我现在觉得，其实不是每段感情必须要有结果的。我与他，我已不做妄念了，只想护他安康。你呀，明明心里就有他，为何要逼自己放下呢？3界终有安宁的那一天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也许帝君就可以放下责任，与你相守一生了。我已经长大了，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安慰我呀？你放心吧，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学会了珍惜当下，莫问前程。我跟他，我不想再强求了。关于应渊君的事情，你不想多说，那我便不再问了。不过你此次偷偷跑回天上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难道跟我都不能说实话吗？我们所查之事涉及天地，若是被他率先察觉，定会被其灭口，还是不要牵连芷溪为好。颜淡，我知道你有事情瞒着我，可是你不要忘记了，你的这里已经有了我的半颗心，你的性命不再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要让我知道他的安危。姐姐，你之前就和我说过，天界有人袭击了帝君，而此次陆明失踪之事，想必你定也知道了。你这次冒险回到九重天，定是为了查验此事。颜淡，你和我约定过，你我之间要彼此信任，不离不弃。如今，你要食言了吗？好吧，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今日医官可向我抱怨，说寻不得你踪影，无法医治。今日怎么得闲，杳无医须啊？帝尊此前教导应渊，为仙者应当克己。您从不饮酒，亦不喜仙人贪杯。今日不知帝尊为何会携酒而来？大战之后，吾深有感触。一生苦短，往日这天界的清规戒律，实属无趣，不必桎梏己身。帝尊变化之大，应渊颇感陌生。人非金石，怎能不变？帝君，你往昔不也是无情吗？下界历难，回来之后，不也为情所苦？你不是也变了吗？时隔数年，我重返天界，对天界事情很多都很生疏，便去了趟玄心崖，住了几日。
火德老元帅提及一事，我想不明白。据说当年大战之前，帝孙曾说过太优难当重任，可不知为何如今他能破格提拔为宪兵总管。此事甚是无奈。你要知道，太优是湾云帝君的弟子，湾云帝君战死，吾心甚痛，时常想念。所以现在三界无事，我就破格提拔太优为总管，以为湾云帝君在天之灵。好了，天界之事有吴掌管，你方归仙位，身体尚未康复，就不要那么费心了。应渊只是担心帝孙事务繁多，只是想替您分担一二。我回九重天那日，帝孙才说过，必定会查清楚仙魔大战之内情，以及凡界偷袭之人。这过了几日之后，不知帝尊可有结果呀？无疑有几个怀疑的人选，正在一一探查。帝尊，那偷袭者常用无影兽来与人传信，我已经查探过了。天界诸多仙官也得以佐证，在玉清宫之中，许多人都听到了无影兽的轻啼，想必此人便在宫中。不错，你的想法与吾一致。此人喜好收集和喂养各种灵兽，而且在你下界之时，他偷偷下界，甚是可疑。此人便是吾的贴身侍官陆明。帝君，吾听说陆明与你关系甚好，他有没有趁此机会暗害于你？不知为何，陆明现在不在宫中，寻不到踪迹。要不然，吾一定亲自将他绑来，让帝君审问。我对神秘人所施的7日同命咒，如今还剩最后1日。我若能探出他手中印记，便是铁证。许久未见帝尊，甚是想念。些年，您常在这里飞至杯盏试探我的仙法如何。若是在杯盏落下前10招能胜你的话，便能获得赏赐。那么今日，应渊想与帝尊比一比。哦，帝君为何今日如此好兴致啊？只不过你仙体受损，仙力尚未恢复，改日吧。帝尊拒绝，难道是怕了？您曾说过，惧者必败。帝君，吾何惧之有啊？只不过是怕伤了你。记得你年幼时候，吾曾单手与你过招，那今日就重温一下儿时之梦。吾单手与你过招，请。
帝君，吾就说了嘛，怕伤着你。多谢帝尊手下留情，应渊无碍。你仙体方愈，今日就点到为止。天色也不早了，吾该回宫了。此番错过，7日同命咒终究无用了。帝尊向来不喜我义气，自己也不善艺术，为何如今的随手一摆，却能完满复盘？难道……真没想到，陆明竟用自己的骨血为你们留下了线索。他生前曾多次来到妙法阁，每次都会在这个柜阁面前停留。我想这其中一定另藏玄机。怎么又是腰带？我之前在藏书阁看到陆明留下的木盒当中，全是与腰带相关的书籍，可他生前对法器还有配饰毫不在意。他这么做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这些腰带从何而来？诛仙都会定期更换法器用物，而换下来的旧物就会暂时放在妙法阁中。这个柜阁就是专门用来存放各位仙君腰带的。诛仙君更换法器的记录你还有吗？给我看一看。有的。你看。这2页为什么是空白的？有2位仙君从未更换过腰带，所以就没有记录。一位是帝尊，还有一位就是应渊君。为何？仙魔大战过后，帝尊就再未更换或修缮过腰带了。推说是因为故人皆逝，所以格外珍惜旧物。而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4叶汉带呀。他上千年来都没有换过腰带吗？自你出现以后，从未更换过。应渊白日所施，竟是玄烨所创的永夜宫。此宫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可炼，玄烨已死，血脉已断，此宫怎么可能再现于世？难道……玄烨的刃魂剑不见了？唯有修罗尊主的血脉，方可降服刃魂剑灵。地衙只有应渊长居，剑灵必然已归顺于他。应渊，你竟是玄烨之子！原来如此，应渊，吾只要得到你的血脉，便高枕无忧了。帝君不愿更换混元玉带，是因为上面有你亲手绣的4叶汉带啊。何人在此？颜淡，我正在更衣，你怎么来了？4叶汉淡不是可以解百毒、愈万伤的吗？你身上的疤痕是怎么回事？7年所受刑罚，
冰锥入体，这伤痕万物难解。帝君，出什么事了？帝君，您这可是违反天规之事啊！我早已不在乎天规，只想护着自己在乎的人。愣着做什么？出去！帝君，我来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找到新线索了，你不要误会。仙魔大战之后，帝尊一反天界常规，推说练习旧物，于是他身上的腰带就再没有更换过。可是他对其他的法器从未如此重视，我猜测，那个腰带一定有秘密。帝尊，从前重武轻文，极是节俭。如今天界气象奢靡，他的饮食起居、性情喜好皆与从前不同，确实可以。你有没有查到什么其他的线索？无影兽曾是证据。我在陆明的卧房当中找到了这枚断剑，但如今无影兽已死，再无对证。看来是帝尊早已做好了打算，栽赃陆明。那我们就找不到任何他的罪证了吗？我白天试探过他，发觉他的功法异常强盛，可在他的修行记录中却未有得到之迹。这可能与修炼乾坤影有关。若是能够找到他曾研究天象，并且借用九曜连珠修炼的过程，还有证据，那我们就可以揭露他的罪行。九曜连珠的细节，是决定了帝尊在仙魔大战之中扮演了何等角色。若天象可以预测的话，那么这次大战很有可能是他算准了时机，亲手挑起。我已经去过还秦的故居，找到了那本星图册，可是九曜运行，我找不到任何规律。九曜运行并无规律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幅星图我曾经见过。你说的是这幅图中九曜的位置？包括前面几张也是一样的，九曜的位置非常的眼熟。来，给我。这幅用白字。九曜司，天、地、阴、阳，阴为黑，阳为白，黑白交错，阴阳叠加，于是成了这副棋局。而这副棋局，我曾经在偃虚天宫见过。这是还秦想出了一局残棋，研究许久都没有对策。他说要送来宫中为难我一回。我把它给了你，你3日之后就破了4局。他高兴坏了，拦了北冥仙君的仙鹤，驾鹤来观棋。果然，这9子连在一起，就是九曜连珠的方位。还秦如果已经预测出九曜的星轨，为何还要隐瞒他人？他会不会是帝尊的人？如果要查清楚真相的话，
那我们只能去还清生前值守的步星亭，寻找线索。今夜，步星已成，失了时机。明晚我们再一起去查吧。哦，好。天色不早了，那我先回玄心崖了。燕丹，我还有一句话。方才对青云所说的话，那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会再受制于天规，你明白吗？我明白。帝君，你怎么屋外还有人啊？你们继续，我和陆景在这儿好好守着，不会让别人发现的。他们要守多久啊？依照新宫规，可能要1整夜吧。1整夜？那我岂不是1整夜都出不去了？有可能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确定你在下面睡没事吗？时候不早了，睡吧。地面阴冷，如果寒气侵入你的体内的话，你旧伤复发，那就不得了了。这样吧，还是我睡地上，你睡榻上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样吧，我们以线为界，你睡这边，我睡这边，不得越界，和平就寝。哎，我怎么觉得你是提前预谋好的呢？没有吧？小人。你干嘛？你干嘛一直睁着眼看我？你不转身，怎么会发现？我刚才后面感受到了。总之你不能看，闭眼，不许看我。你越界了。我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才越界的，好吧？那好吧，那就放在此处吧。你干嘛？别动！怎么会有你这种无耻神仙？睡觉。好久未见他这般安宁的神色了，想来自你归位后，再未度过安乐时光。若你可以不是影渊，从始至终都只做唐周，我也不是仙师颜淡，只是一个游乐世间、安闲写戏的莲花精，那该多好！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砾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平平万计，情之所你这么一直盯着我，我怎么睡？无赖！燕丹，我答应过你，会履行帝君之责。眼下危机四伏，天界必有一战。我身为帝君，危难之际定当身先士卒。若你我终有一日死别，有我今夜温存，我依然无憾。
参见帝尊。我们安插在衍虚天宫的眼睛前来通报，颜淡已至天界，昨夜与殷渊同寝，二人关系亲密。看好这个女子，她是应渊唯一的弱点。他们恐怕已经查到了线索。我们从她回来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会有今日。放心吧，大局仍在吾的掌控之中，吾会把自己的结束变成应渊的结束。整座步星亭当中，只有这观星石墓最为蹊跷。昔日冀都星君通过观察它，测出了九妖的轨迹。你说这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线索？本君呢，已经替你支开了步星关，剩下的可别想偷懒。不夜点星石墓自会开启，要是灵力不够的话，我可以像从前那样教你。这上面好像附了什么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是3亿无异族的至宝，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——金蝉翼。那日我与帝尊比试，他仙法玄奇，深不可测。若真的是他修习了乾坤眼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现在想来，当年3亿巫是帝尊亲自下旨灭族的。可若是赃物的话，为什么不好好藏着，要沐天洗地的放在这儿呢？日月隐于天，万象化于无。金蝉翼是用来修炼乾坤眼的最佳法器，它将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归于己用。天之角，灵气充溢；至于此地的话，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灵力。可是桓钦夜夜在此步行，不难发现他这片禅意，或许就是他的催命符。